大家晚上好。这个大家已经开始排了第一啊，原来第一、第二、第三都是一个人啊。这个来，让我先去发一条推，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开始了，对吧？这个周五还是要有直播的，然后Discord 跟大家吼一嗓子，我们要开始了。直播开始了。对，看看我们有19个人啊，没关系，19个人就19个人吧。今天的话题呢，稍微的这个就是没有那么八卦吧，只能说，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又赶上一次，不错不错，25个人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然后对，先拿口水喝一下。8点整。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第一个故事。OpenAI 进一步开放了 GPT-4o 的免费功能和范围，留给苹果的时间真的不多了。所以这一个话题里我们会讲2件事。第一个是 OpenAI 进一步的开放了很多免费用户可以使用 GPT-4啊，包括4o啊，主要是4o了。另外呢，就是苹果现在的日子并不好过。虽然我们前面反复在想说大家万众瞩目、万众期待 WWDC 啊，6月5号吧，应该是开始，对吧？大家都在等这一天，但是越是大家期待的事情，可能最后啊越让大家失望。最近 OpenAI 呢肯定是消息不断，为什么呢？山姆奥特曼本人是一个政客，或者说他政治手腕非常的强大。前面闹出了很多的负面，比如说伊利尔走人啊，然后他的其他的超级对齐团队的负责人走人，而且这2天那个超级对齐那个负责人已经去了 Anthropic， 伊利尔自己要去哪儿现在还没有确定，对吧？还在跟寡姐，也就是斯嘉丽·约翰逊才在那儿打着官司啊，这个各种的负面都很多，所以呢一定会放出很多消息来，去纠正这些负面信息。啊，先跟大家讲一个，啊，他们去跟斯嘉丽·约翰逊打这个诉讼的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寡姐说了，说他们来找到我，那里头有一个角色，就是在这个 GPT-4o 里头有很多角色，有一个角色叫 Sky 啊，叫天空，啊，说希望用我的声音去做这个 Sky，但是呢，我拒绝了，结果呢，他们就找了一个跟我声音很像的人去把这个声音录了。现在呢，我们要求他马上下架，而且起诉他啊，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呢是找到了这个配音的人啊，也找到了跟他联系的经纪人，整个一串都找到了。找到完了以后呢，人家作证说，这个 OpenAI 找到我们啊，但是找到我们呢，只是因为我们的声音很好听。在整个的沟通和谈判过程中，以及这个签协议的里头，没有提到斯嘉丽·约翰逊的名字，一次都没提，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官司呢就相对来说要好打一点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抄别人的文章了啊，抄谁的东西了，或者说模仿了谁的这个形象啊，模仿了谁的声音，只要你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说我确确实实是照这个斯嘉丽·约翰逊的这个声音样本去找的人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呢，就还是占有一定的优势，对吧？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OpenAI 已经把这个叫做什么呢？把这个 Sky 这个声音，也就是使用斯嘉丽·约翰逊的这个声音下架了啊，现在听不到这个声音了。另外一头啊，也是教大家了，使了一个，就是教了大家一个漏洞吧，就是下次再想抄谁的声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在纸面上落下任何字来，说因为
你的声音像谁谁谁，所以我用你的，对吧？只要落下来，这事儿就不利。那么现在 OpenAI 放了些什么样的新消息出来呢？第一，我们又开始训练下一代大模型了，对吧？到现在为止 GPT5咱没看着呢，现在人家说我开始训练 GPT6了，叫什么名字不重要啊，但是消息放出来了。而且呢，以 OpenAI 前面做了这么多次的宣传来看，就是他放了消息，大家还是信的啊。这个不是说你放完消息大家就不信了，对吧？还是相信啊，所以现在又欢欣鼓舞。然后呢，也组建了新的安全团队，对吧？说我们又重新建了啊，这个请放心，我们还是注重安全的。再往后就是 GPT-4O 进一步免费开放。那么现在到底免费用户可以得到些什么样的东西呢？第一个，我们现在如果拿到一台新的电脑或者打开一个新的浏览器，里头没有登录过的，你进去以后，你能够看到上面只有一个标题叫 GPT，没有3.5，没有4，没有4O，没有任何标记了啊，就叫 GPT。然后其他的宣传的功能通通都没有啊，但是你可以用 GPT，在没有登录的情况下，下面你去登录或者注册一个新用户，也没有付费的情况下，你呢就会看到一个呢叫 GPT，一个呢叫 GPT-4，对吧？如果你想选择 GPT-4，它就要求你去订阅 Plus。如果你不选择，你就使用 GPT，实际上就是 GPT 和 GPT-4O，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你说我就跟他随便聊聊天啊，这个是没事儿的，你就像原来用3.5一样，但是现在3.5已经不再显示了，没有了。但你说我想用一些新的功能，我想跟他语音对话，想去上传照片，让他去给我做一些这个图像识别啊，想去调 GPTs 那个呢就要去遵守它的频度限制，就是你1分钟可以调多少次。当然了，它这个频度是比较低的，3个小时16次啊，你只能调这么多次，这3个小时之内你调够16次了，它就退回到 GPT 3.5。但是呢，这个上面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还是在这个叫做 GPT 里面啊，它不告诉你是多少哪个版本了。当然呢，这个3个小时16次这个事儿呢，稍微有点玄学，因为很多人上去测去，发现呢，有些人用了10次就被踢出来了啊，有些人用了5次，还有些人呢用的次数更少或者更多一点，但是应该没有超过16次的。现在呢，官方的数据呢也不是特别明确，说我3个小时到底让你使多少次，相信呢应该还是跟用户的热情相关。比如现在用的人少了，我就让大家多用几次；用的人多了，他少用几次，大概也就是如此了。付费用户像我们这样的 Plus 用户，3个小时呢可以调用80次，也就是这个 GPT-4O 的这种相关的语音相关的功能吧，可以调80次但是现在呢，其实4O 里面这些语音功能还是用的传统方式就是先做语音识别，后台文字处理，然后再回来做说的部分，并没有真的实现所谓的端到端语音这个事儿没实现。然后呢，它的这种开摄像头这个功能，对吧？我们看了很多演示，都是开着摄像头说，哎，这个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对吧？这件事情呢，跟大家想象的也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并不是这么干的。而是什么呢？你可以用摄像头去拍一张照片，然后把照片传给他，然后他去解释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工作已经可以干了但你说我这个实时摄像头都开着，这事儿干不了，哈哈，这个可能未来也未必能干那么现在呢，在免费用户里头还可以用什么？用 GPTs 就是各种定制开发的这个 GPT。你比如说我在里边去开发了一个如何去做一些英语学习如何去这个画画如何画画咱们待会儿来说比如 Canva， 我让他去给我做一些设计，对吧？这些呢现在都允许去调用了这个是这一次开放出来的新功能但是你调用 GPTs 的这个次数呢，也是受刚才我们讲这个3小时16次限制然后呢还可以关联应用了，你可以在 GPT 里头关联你的 Google Drive或者是微软的 OneDrive， 然后呢可以从这里边去上传文件。你比如说现在给我做一次这个数据分析，你可以上传一个文件上去是给我分析一下这文件或者说你让他给你做一个图像识别拿着摄像头这个拍一张照片上来，这是个什么菜
啊，因为我上次试了一次啊，出去吃饭，啊，拍了一个这个菜，已经吃了大概还剩1-2口的那个菜，拍完了以后问他这什么菜啊，就给我认得好好的，说啊，你这个是酸菜鱼啊，为什么呢？里头有白色的鱼片绿色的酸菜，金黄色的汤和红色的辣椒，所以这个菜一定是酸菜鱼，还是很厉害的啊。这个就算你是免费用户，也是可以用到这些功能的，前提是要注册。当然这个不登录就没有啊，不登录就只有 GPT 聊天啊，其他的都没有了。然后这一次免费用户呢，跟付费用户之间还有一个差别是什么？不能出图啊，就是你想让他给你画画，这事儿画不了。你说我3个小时16次也好，3个小时多少次也好，你给我画画去啊，这事儿不行。它里头有一个 GPTs 叫达利3啊，包括这个什么图像生成这些 GPTs 都是让你使用的啊。但是呢，你向它下完命令以后，你会看到那个圈在转，说我在画图，我在画图画图，然后等这圈转完了以后，说对不起，我现在还干不了啊，你去定一个 Plus 吧，对吧？它会给你出这样的提示啊。那么现在你说都已经到这样的状态了，这$20还值不值得付呢？对吧？我现在是每个月在付$20在用这个东西。首先要想清楚啊，GPT-4o 呢，虽然多模态相对来说要强一些，但是单纯的文字处理能力其实并没有 GPT-4强啊，GPT-4还是这个能力最强的一个模型。如果你要做一些复杂的工作，还是要用 GPT-4啊。这个呢，我也在Gemini 里试了，Gemini Flash 啊，1.5 Flash 虽然很快，但是呢，它的功能是没有 Gemini 1.5 Pro 要强的啊，这个还是要差很大一块的。所以啊，你付了费可以好好的去使 GPT-4。然后付费用户呢，GPT-4达到极限次数以后，会降级使用 GPT-4o 啊，这个大家就知道谁强谁弱了啊。因为我有时候使用 GPT-4的时候也会超限制，对吧？它就会自动降级，而且呢，啊$20还可以画画啊，还可以自己创建 GPTs。你说我想调教一下 GPT 啊，让它给我干一些特殊的事情，想上传一些数据，对吧？让它给我做一些啊这个专门的这个结合这些数据的一些工作啊，那你就老老实实的去订阅就好了。前面我们讲的 GPT-4o 那些免费的用户，他们可以用现有的 GPTs，但是你不能自己做啊，不能自己去定制去啊。另外呢，使用额度这件事儿呢，也还是很重要的。就是3个小时80次这件事儿呢，基本上其实是够使的啊。就是前一天我老婆拿这个东西去试验这个什么呢？英语口语练习，用免费的版本，发现没聊2句他就被踢下来了，觉得非常不爽。但是他觉得80句呢，可能也差一点，因为拿这个东西做英语口语练习，这个一会儿就是你一个来回就算一次，一个来回就算一次嘛，所以他那个80句可能3个小时也不是那么够用吧。啊，但是这块呢，你80句至少对于像我这样比较懒惰的学生来说，应该是已经够的了啊。聊一会儿呢，懒得跟他说了。那么 OpenAI 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进一步的推出免费的 GPT-4o 呢？因为前面啊，这个 GPT-4o 前面就告诉大家是免费，但是呢，里头很多的功能是没有的，比如上传图片啊，上传这个数据文件啊，使用 GPTs 这些功能都没给大家啊。那为什么现在要来做这件事儿？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知道云计算厂商赚钱最大的秘密是什么？啊，你上了阿里云了，上了腾讯云了，上了这个亚马逊云了，啊，这个里边最大的秘密叫迁移成本太高，你一旦上去以后，你很难搬走，啊，这个事儿是云计算厂商基本上靠这件事儿来挣钱的，所以他们一开始那个价格都很便宜，吸引你去了，等你要搬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费劲了，咱就别搬了，就这么凑合着吧，对吧？将就过吧。那么 OpenAI 也在干这个事儿啊，就是当用户习惯了 OpenAI 之后，再想迁移到其他平台上去，啊，这个就会有巨大的成本。所以呢，现在就一定要来搞。那你说为什么原来不搞？啊，原来呢，它比其他人其实强好大一块，啊，这个没有任何人能赶上它，所以呢，并不着急。但是现在，甭管是 Cloud 3 Opus 还是 Gemini 1.5 Pro，这个已经基本上赶上它了。对吧？而且 Cloud 后边有亚马逊啊，这个
Gemini 后面呢是有谷歌，有这个固有的用户群体，万一让大家最后觉得，哎，Gemini 也挺好使，我这么使的吧，那它这个用户等于就抢不回来了啊，就没法再去培养这种用户行为习惯了，所以必须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啊，要去稳住这个霸主的话语权，就是他要制定规则。而且呢，在现在大家其实都是按照 OpenAI 的规则在做事情，对吧？OpenAI 其实在整个的行业里边是做了很多坏事的，就是它起到了很多非常差的这个作用。啊，第一个就是上来做对话，对吧？所以现在好多人都说我也要去做对话啊，这个事儿不那么容易啊，对吧？不是这个，就是做对话这个方式并不容易去变现，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深入的，对吧？这个用户产品的研发，但是呢，这个 OpenAI 开了头了，任何人做这个大模型都没办法啊，老老实实的啊去做这个对话框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按这个$20收费啊，一个月收这个月费。这个里头呢，百度就属于被忽悠了啊，这个上去收费去了，然后其他人上来都免费，功能比他那收费的还好，这就属于又被忽悠的一拨人，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按 token 收费啊，其实 OpenAI 在商业这些三板斧吧，都不是那么好使。然后再往后就是什么，就 GPTs 啊，这是第四个 GPTs，就这种模式呢，到底好不好用？这个我觉得也还有待商榷啊。这个，因为它太追求什么呢？就是无代码化了。按道理说呢，使用 API 去做很多东西是挺方便的。但是呢，他说不，我不推这个东西啊，我要推 GPTs，我要让大家无代码去把各种事做掉。因为我最近也在尝试各种无代码的方式使用这个 GPT，使用各种大模型，哇，那叫一个酸爽啊，甭提多费劲了。而且那个最终的结果很难进行控制。像我们这些程序员最喜欢干的事儿是什么？就是结果可控啊，这儿不对了，我把这数改大点，把这数改小点啊，或者把这个语句怎么调一下顺序啊，这个是我们比较擅长干的事儿。但是你到了这个通过 GPTs 也好，通过这个流程控制也好，对吧？或者工作流也好，你去控制这一大堆大模型干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结果每一次都不一样。你想去调试，想去调优，这个真不是一般的费劲。这就是啊，GPT 给大家留下了这么多刻板印象，但是呢，大家没办法，只能跟啊。现在大家都在这条路上慢慢的往前跟着往前走啊。那么现在 GPTs、GPT-4o 的这种多模态端到端，就是 OpenAI 希望进一步推进的标准啊。前面他做的这个对话框的啊，做的这个按 token 收费的，做的这个一个月$20的啊，这些标准大家都已经认了啊。现在再推下一步，那么 GPT-4o 呢，迟迟无法交付。现在呢，大家也在着急，对吧？现在大家用的还都是语言模型，其实我们在国内使用的很多的这种工具已经接近 GPT-4o 的这种水平了啊。这个回头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吧？那现在呢，GPT-4o 最后能不能变成像他们演示的那样，不好说。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啊，因为这个真的到他那样了，这个东西实时在这开着呢，对吧？你还能看到后边有没有人走过去，这个对于网络、对于前端算力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啊。现在的 GPT-4o 肯定是达不到啊，或者说现在我们使用的 ChatGPT 的这种 APP 绝对是达不到的。那么，这是 GPT-4o 啊，现在免费开放出来的一个原因了。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还有一个原因是 WWDC 越来越近了，那么 GPT-4o 呢也要站稳自己的脚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新闻都已经讲了，这个 OpenAI 跟苹果之间已经达成协议了，准备呢在手机上实现类似于 GPT Siri 这样的功能。那么苹果呢，同时也没有放弃跟谷歌的谈判。来，咱接着谈啊，这个 Gemini 还是有机会的。它并不希望 GPT-4o 在苹果手机上一家独大，或者成为唯一解决方案。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旦成为唯一解决方案，它这个价格就不好谈了，对吧？这两边就可以谈嘛。哎，谷歌你现在是一什么价格
啊，这个另外一头啊，GPT-4o 你是一个什么价格啊？咱们就可以来谈功能啊，哪些功能有啊，哪些权限你是不是可以少要一点，对吧？大家可以来谈判，有一个平衡的过程啊。那么苹果其实也喜欢干这种，你比如说现在苹果设备上的所有搜索还是多选一啊。我在这个 Safari 上，我没有一个搜索的苹果搜索可以用啊，这个是没有的啊。但是呢，我可以使用谷歌搜索，可以使用 Bing，可以使用那个叫什么，叫 DuckDuckGo 还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你都可以选，在国内你还可以选百度，对吧？这个都是允许去选的。所以未来的苹果设备上，这个大模型估计也是这样，大家选就完了啊。我到底是要用谷歌还是要用OpenAI？你去选。那么谷歌 Gemini 如果和这个 Open 啊和苹果合作也达成了啊，就是咱们再说一下这句话，说那么别扭啊。谷歌 Gemini 如果和苹果的合作也能达成，那这个费用大家就要好好算一下了，对吧？假设苹果是向 OpenAI 付费的啊，或者苹果是替 OpenAI 向它的用户收费的啊，叫扣费。比如说吧，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其实这所有这种外接的设备，一共是外接的这种服务，一共3种服务方式嘛。谷歌搜索现在跟苹果的服务方式是什么呢？是谷歌给苹果钱啊，你只要是苹果设备上使用了谷歌搜索，点了广告了啊，我这个广告收益我跟苹果分，而这个钱很大，每年可能几十上百亿美金的给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大家免费啊，你也别收我钱，我也别收你钱啊，这也是一种方式。然后第三种方式呢，就是苹果说来我付钱了啊，这个钱我苹果付了啊，你拿去用吧。这个其实早期三星是特别喜欢干这个事儿，跟什么 Dropbox 啊，跟很多这样的公司，三星付了钱，说来只要买了三星手机的啊，第一年让他们白用，这个钱三星付了，以后的钱呢让他们自己付去，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式。当然，最可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像 iCloud 这样，对吧？那么它比如说苹果出了一个新套餐，叫这个智慧 iCloud 套餐。那么原来呢，你比如说你是需要用每个月$2啊，或者多少钱，你可以买一个空间。现在你说我还需要用 OpenAI 的功能啊，或者用这个 Gemini 的功能，那我还需要再去付一个钱在里头。比如说每个月啊，多付$10啊，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集成在 Siri 里让你去用去了。哎，如果你说我不愿意付，那你买了苹果手机说，哎，我给你一个基础的版本可以用啊，比如说 GPT-4o 啊，3个小时18次啊，或者16次啊，没准你在苹果手机上我让你多用10次啊，这个也可以，对吧？这个有可能是未来的一种服务方式。你说我想敞开的使，我就想拿着苹果手机这么使了，行不行？啊，那你就再多买一个套餐啊，然后买完了以后，苹果自己收一部分钱啊，扣个30%苹果税，剩下呢跟 OpenAI 啊，跟谷歌的 Gemini 去分取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未来啊比较大可能性的这种付费方式。那么现在开放出来这个免费的 GPT-4o 的这些功能在干嘛？其实是告诉谷歌，告诉苹果，你要想搭进去，你至少应该有这些功能，你才能搭进去，对吧？而且这些功能我已经免费可以给大家用了。谷歌，你再去签协议的时候，你也得小心点要钱少要点对吧？现在其实是在干这样的一个搅浑水的事情啊。但是呢，现在开放出来的免费 GPT-4o 肯定是不够 iOS18去用的啊。这个谷歌现在呢也还是在里边在谈到底怎么弄啊。这个但是比较悲催的是什么？就是作为 iPhone 全世界第2消费国的中国，哎呀，估计可能是要用百度了啊，因为甭管是 OpenAI 还是谷歌，我们都用不了。甭管是他们是不是在中国落地，中国是不是允许，现在美国政府也不允许他们给咱们用啊。这个事儿，咱就凑合用百度吧。啊，那么在坚定的降价之后，因为大家知道苹果其实今年1季度的销售是很烂的，在中国，对吧？那么到4月份就疯狂降价，由苹果官方降价。那么4月份苹果 iPhone 在中国区的出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52%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啊。那我们疯狂了买完苹果以后啊，没有 OpenAI 使，这也是一个啊比较悲惨的事情。
那么苹果今年的 WWDC 呢，感觉翻车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这边 OpenAI 还在闹幺蛾子呢，对吧？那边呢，谷歌合作协议也还没签下来呢。你等于这边 OpenAI 搞个幺蛾子以后，然后苹果谈判代表说：“来，咱们再谈谈吧，对吧？那个 OpenAI 这功能我也想要，那功能我也想要，对吧？然后这个权限我也不想给你，那个权限我也不想给你。这个谈呢，一般就是谈这三件事啊。第一，你提供什么功能给我啊？第二，这个我给什么权限给你？第三，怎么收钱，对吧？一般谈这三件事儿啊。那么现在 OpenAI 肯定是在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啊，谷歌那边的谈判就会变难一些。而且大家要知道，往年开 WWDC 之后啊，马上就该开始干嘛？推送 iOS 的下一个版本。比如去年吧，iOS 17的第一个测试版什么时候推的呢？2023年的6月6号啊，去年应该可能也是6月5号、6月6号开的 WWDC，当天就推。然后正式版什么时候出呢？2023年的9月19号就要出正式版。但今年这事儿就困难了啊，叫没有困难，我们制造困难也要上，对吧？OpenAI 就属于制造困难的。你想这个还剩一个礼拜，这会就要开了，开完了以后马上就要发版本。那这边啊，OpenAI 还在这儿说，我今儿免费这个，明儿免费那个，然后我后天改个功能，再后天我再扩充点功能，还在干这事儿呢。谷歌这边协议还没签下来呢，那你说下礼拜他发的版本里到底长啥样，对吧？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太好说啊。而且就算是他把这版本发出来了，3个月能够做出真正能用的版本推送给所有人用吗？真不好说啊。这个所以大家还是要这个拭目以待一下。而且苹果内部呢，很多事情推动起来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啊，它也是这种天威不可测模式。什么叫天威不可测呀？就是你上面有一大老板啊，或者有一皇上，然后呢，这个皇上有一些喜好啊，你是知道的。你又这个遇到一些事情，比如说有可能触到皇上逆鳞的时候呢，你说我到底上去问一嘴呢，还是不问一嘴呢？还是说这事儿我猜皇上不喜欢这个，啊，我猜皇上喜欢那个，然后我就这么办去了呢，对吧？这个到底怎么办？原因这种事情的选择其实也很简单啊，就是如果啊你上去报一下啊，发现也没什么损失，你肯定上去报了，对吧？这个如果你上去报一下，发现这个损失很严重，啊，你比如像以前皇宫里这些太监，对吧？你知道皇上有可能不喜欢某样东西，啊，然后你还上去说去，哎，说皇上今儿又有这事儿了，那这个事儿是有可能丢性命的。那在这样的这种啊，就是威权统治下呢，啊，这个就很多的事情大家就不敢说，怎么办呢？都是猜。哎，老板今天喜欢这个吗？喜欢那个吗？啊，不喜欢啊，不喜欢我就不干了，我也不告诉老板有这个事儿啊，很多都是这么干这事儿。先跟大家讲一故事吧。就是我原来在盛大创新院啊，这个盛大创新院的老板呢叫陈大年，是陈天桥的弟弟。当时呢，我们在内部就流传啊，说陈大年不喜欢李开复啊，这个咱们就当八卦传啊。这个我讲的大家都不要太当真。然后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就需要跟创新工厂合作啊，要跟李开复合作。然后这事儿呢，我们就先去问下边人，哎呀，我说这个事情要跟李开复那边合作一个啊，咱们到底谈不谈啊？对吧？然后呢，这个通常大家说别弄啊，说这个老板不喜欢李开复啊，你这个上去不是找骂吗？对吧？然后这个事儿就放弃了，就很多这个事儿都是这样干的啊。那么甚至呢，有很多本身就是谈一个合作就可以很容易搞定的事情，我们最后没办法，只能绕着走啊，而且连问都不敢问他。那么这种事情在苹果里头有没有呢？也有啊。举一个案例，大家知道马上要发的 iOS 17，然后在 iPad 上那个版本叫 iPad OS 18啊，马上要发的是 iOS 18和 iPad OS 18。那么 iPad OS 18里头有一个重大的更新是什么呢？是加入了计算器，对吧？现在反正已经不是乔布斯时代了啊，这个再过一个礼拜开 WWDC，现在能够发的东西其实已经被曝光的差不多了，哎，所以 iPad OS 18里头有计算器。那你说 iPad 号称生产力工具里头为什么没有计算器呢？2010年 iPad 1代发布的时候，里面本来是有计算器的，
啊。但是乔布斯呢，把软件部门的高级副总裁叫过来问，说新设计的计算器在哪儿呢？啊，他就一直觉得 iPad 上的计算器应该有新的，不应该把那个 iPhone 上的计算器就直接搬过来。啊，结果对方就回答说没有新设计啊，哎，这就是要发布的版本，长这样啊，对吧？这个乔布斯就愤怒了，说不行啊，把它给我拿出去，我们不能发布这样的东西啊。他其实说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原话啊，相对来说也比较模糊。那么现在14年过去了啊，这个2010年的事情，iPad 一代发布，然后乔布斯呢是2011年就去世了。到这14年里头，iPad 就一直没有计算器，为什么？你连问的地方都没有，对吧？乔布斯已经不在人世了，你现在再问他说：“您看我把这计算器做成这样行不行呢？”对吧？没地儿问去了，对吧？人家已经说了啊，这个我们不能发布这样的东西。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弄？我们只能理解乔布斯啊，这个乔布斯如果活着的话，他会怎么看这事儿呢？对吧？他会讲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当然了，2024年了。这个提姆·库克呢，又做出了违反祖宗意愿的事情啊，把计算器又加回去了。啊，这些年呢，其实提姆·库克做了不少这个违反祖宗意愿的事情，比如说把这个 iPhone 的屏幕做大了，对吧？原来乔布斯说我这个屏幕就必须这么小，一个手要能操纵得过来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有这个巨大屏幕的这个 iPhone 了，啊，但是这个计算器真的是等了这么多年才加回来。啊，那你说我讲这个故事跟我们今天讲 WWDC，跟我们今天讲 AIGC 大模型有什么关系呢？哎，这个就涉及了苹果另外一个祖先的这个遗愿啊，这个遗愿是什么呢？这个故事要从2009年开始说起。2009年啊，苹果出了一批 Mac 电脑啊，在这个电脑的型号上呢，加装了英伟达的显卡。结果这些显卡呢，兼容性很差啊，散热也不好，就只要是做大型的这种图像渲染的时候，就直接的冒烟呀，或者说就直接卡顿啊，就不干了，就死机，就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呢，英伟达呢一开始拒绝承担责任，最后是苹果、戴尔和惠普等于都买了他这款显卡嘛，一起对他提起了集体诉讼，最终迫使英伟达同意更换有缺陷的 GPU。从此以后，苹果跟英伟达的关系就可以说是彻底决裂了。苹果再也没有买过英伟达设计的任何产品，对吧？苹果甚至选择了这个性能和功耗更差的 AMD 的 GPU，就是苹果有一些这个 Mac Pro 里头是有 GPU 的，它用的是 AMD 的，包括苹果有时候会让你去带这种叫做外接 GPU 盒子，对吧？但那个里头都是 AMD 的啊，英伟达的一律没有。这个后来苹果定制一些 GPU 也是去跟 AMD 去合作，啊，这英伟达我就不玩了。但是现在呢，大模型时代了，对吧？你这个不买 H100吗？对吧？你不买英伟达的这个设备吗？这不是没得玩了吗？这个事儿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也明白为什么苹果电脑从来不能打游戏了，对吧？它压根儿就没法往里头插英伟达的这个 GPU，啊，从来他就没惦记过这事儿，因为祖宗已经留下这个话了啊，我们这辈子不跟英伟达合作了，对吧？他有这样的一个祖训在里头，那你事儿咋弄，对吧？那现在你说苹果怎么办呢？你说我彻底不买吗？对吧？这个肯定也不行啊。现在呢，据第三方猜测，苹果还是少量的购买过英伟达的算力卡，就是 H100这种东西，组建了自己的算力中心。但是呢，即使买了，第一个数量非常少啊，苹果并没有买很多这个东西。第二呢，偷偷买啊，也不能说啊，这个我们偷偷买一点，自己用一用就算了。但是现在了，你说这个我们也要 AI 了，all in AI 了，怎么办？这个苹果又做了一个特别奇葩的决定，它呢去订购了一大堆的叫 M2 Ultra 的芯片啊，像我现在的电脑上用的是 M2 Max，就是它把 M 系列的芯片又订了一大批，干嘛呢？拿这个 M2 Ultra 去填计算中心去，啊，这个呢就很危险了啊！大家要知道，M2 系列的芯片其实是在2022年、应该2022年出来的啊，包括2023年也还卖了一段时间，到2023年的基本年底的时候就开始出 M3 系列的芯片了。
而且现在的 M3 Max 都出来了 ，M3 Max 就是最大的这个芯片，一般叫 Ultra 的是把2个 Max 粘一块儿那东西叫 Ultra 啊。这 M3 Max 呢，现在在 MacBook Pro 上已经开始卖了。本来呢，按部就班，到今年呢，应该发布 M3 Ultra 的 Mac Mini、Mac Studio 这样的台式机，应该发这玩意儿。但是呢，到现在你到苹果官网上去看 ，MacBook Pro 你可以买到 M3 Max 的，然后你说我现在想买 Mac Studio，你还只有 M2 Ultra 的，它压根就没有 M3 Ultra 这个产品，M3 Ultra 这个产品型号被取消了，没了。为什么呢？因为太着急，现在 iPad 都用上 M4了，对吧？所以也许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 M4 Ultra 的这个Mac Studio，但是现在不赶趟了，所以赶快把 M2 Ultra 再造一批啊，咱们拿去扛数据中心就完事儿了。那你说这个 M2 Ultra 挂数据中心行不行呢？对吧？这个东西在 Mac Studio 上，那绝对足够，甚至是性能超级过剩的一个芯片。就是说2个 M2 Max 粘一块儿，像我这个机上是一个 M2 Max 已经很好使了，绝对性能过剩。但是这个东西啊，做推理是没问题啊，在本地做推理都 OK 的。但是你要想让它去训练大模型，对不起，搞不定，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存带宽不够宽。就是苹果呢发明了一个东西叫统一内存啊，就是我们这个电脑上内存跟缓存是在一起的，速度都相对比较快能够达到比如说正常的家用游戏显卡的这个速度。但是你跟真正的这种算力卡，什么 H100啊，包括这个 AMD 的什么米300这跟这个比就差非常非常远了而且它能够总线上挂的内存数量也不够多，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靠 M2 Ultra 搭建的苹果数据中心，它这个算力是堪忧的，或者说可能够将让大家把这个推理任务完成掉你想自己再训练出新的大模型来，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已经不现实了。或者说苹果我再自己研发新的算力芯片行不行不是不行 ，AMD 说您愿意花钱，我愿意给您跑腿这个事儿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如果从现在开始研究，等你能用上，至少2年以后了，对吧？但是大家想，2年以后了，这个时候这个大模型已经发展成什么样，对吧？大家就已经甭惦记了这个真的是日新月异。但是苹果呢，大模型我估计是已经放弃了，它小模型还是会去做一些。就像我们现在在 iPhone 手机上，在这个 Mac 电脑上，我们使用本地搜索的时候，那个搜索引擎其实是苹果自己的，对吧？它会做一些这样的东西出来但是这个大型搜索引擎都是直接使别人的，对吧？然后大模型估计以后也是这一条路了。那么 WWDC 呢，现在感觉翻车的可能性还是有些大的。为什么第一，剩余的时间不多了。第二，合作伙伴都不是省油的灯，甭管是 OpenAI 还是谷歌。而且在这个里头谷歌呢，其实还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合作伙伴，对吧？也这么多年了，也相对稳重一些了。OpenAI 呢，经常是不按常理出牌这个属于性格还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公司，对吧？然后你跟他去合作，这个后面会反正日子不是那么好把握吧。然后苹果自己在 AI 这一块上呢，因为遵从了祖训不跟英伟达合作，这个后边的日子肯定也不好过很难搞的。你像这个谁，马斯克的这个XAI，人家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了一大堆的英伟达的这个 H100回去做算力中心去了吧。任何的其他人，包括谷歌，你说我有 TPU，他也老老实实的去买 H100，只有苹果说不，我不买祖训传下来了，对吧？而且苹果这些年的挤牙膏已经挤得太多了，现在有点无处下手了，对吧？现在以大家曝光出来的 WWDC 上有可能发布的东西来说，我觉得计算器算个惊喜，对吧？就是也没有什么惊喜了。就是这个里头，One More Thing 大家都已经在开会之前的1个礼拜都说完了这个看看他们到底弄点什么这种 WWDC 的话，应该不会又整了个什么大地之母出来晃一圈吧？我估计应该不会。我这里头可能唯一可以 One More Thing 的，是不是给提姆库克指定一接班人，可以 One More Thing 一下没准大家还可以稍微的开心一点点。
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 OpenAI 把 GPT-4o 免费范围放大，然后苹果 WWDC 翻车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好，我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你手里星巴克这个是啥头像啊？啊，这个就是我有一张拿着星巴克的照片，然后我拿它去这个绘图啊，这个电图电出来的。早上好啊，这看来是在北美来了，又赶上一次 GPT-4o Audio 的开放，让这个其实是这样啊，就是 GPT-4o Audio，我现在觉得它离真正那种开放还是有点距离啊。就是它还是这个分三段。我今天还问他，我说你到底是这个怎么工作的？你到底是这个直接啊语音进语音出，还是先识别，然后后边处理，然后再出来？啊，他说我们就是分三步走的啊，这个是他 GPT-4o 自己答的。周末愉快，金子睿，大家晚上好。这个你说的人我不认识啊，难道不能用 AI 模仿他的声音？这个还不行，你就是一开始都得训练一次啊，就是那个寡姐这个事情。而且你如果用 AI 模仿了他的声音的话，这个事儿就非常麻烦，你就反而说不清楚了。他呢就是找了一个这个声音跟他很像的人，但是呢，在所有签协议做纸面文字的时候，都没有提斯嘉丽·约翰逊的名字，也没有提说我要模仿特定演员或者反正这个字儿一个字儿没有。对吧？那么可能也提前跟他说好了，你也不要去说啊，那么这个事儿就过了。你像我们比如说在达利里边画画的时候，你说，哎，请给我按照新海诚的风格画画，他就直接拒绝工作了啊，说对不起，我不干了啊。你说你给我画这个特别绚丽的天空，然后按日本动漫风给我画，他就给你画，对吧？这个就是如此的，就是你只要在 OpenAI 里头指定了谁谁谁艺术家的风格，他就不干活了。寡姐那沙哑的破锣嗓子也有人喜欢，哇，那个东西据说可性感了。这个因为那个 Her 就是用的她的声音嘛，Samantha 就是用的寡姐的声音配的，这个沙哑的，这种很低沉沙哑的这种啊，据说性感的声音嘛。我今天还问了 GPT-4，现在付费和不付费几乎只有调用频率的区别，没有啊，就是 GPT-4你还是可以在里边自己调教 GPT-S 的，还可以出图啊，这个主要差在这儿。而且 GPT-4的这个输出能力还是要比 GPT-4o 要强一些的。看来刚续上20刀还是值得的，是的，我也准备接着续下去。20刀1个月学英语口语，似乎蛮不错的。这个英语口语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学，还不要钱啊，那个效果也挺好的。这个过2天给大家瞅瞅，但是因为我自己英语实在太差，所以就没法给大家演示。这个跟特斯拉降价一个逻辑，这讲的是苹果，对，苹果只要一降价就卖疯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一直 Cloud 啊，Cloud 怎么说呢？我本来想用 Cloud，但是还是太贵了。因为我的 OpenAI 被封号了啊，我 OpenAI 一直都使得挺好的。其实好多东西是这样，就是你只要老老实实用，你不要老翻来翻去，其实还好。这个经常好多封号的是因为你挂完了以后呢，经常的换梯子节点跳来跳去，或者你调用频度非常高，是相对容易封号的，对吧？这个，哎，大家知道今天早晨 Twitter 让大家再重新去验证身份，就是所有在 Twitter 上产生收入的呢都要去验证身份。这个我看早上安 T 还在那说呢，说啊要去验证身份了，好烦，对吧？我也看到那个消息了，然后我就去验证去了。你说啊，一点验证，他说给你弹一二维码，说请用手机摄像头直接扫描二维码。一扫描了以后呢，是个网址，你就跳到网址去了。说现在第一件事你要找一个证件拍照。那你说像我这样的找身份证给他拍照肯定不行啊，对吧？护照呢也不行。那我怎么办呢？我找了一张港澳通行证，咔嚓给他拍上了，然后他也就认了。然后他说现在我要再对你的人进行一个拍照，我要把自己脸对上啊，然后咔嚓拍一下。说行了，我已经完成了你的身份认证，
这事过关了，对吧？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啊，这个其实好多东西呢，不用太担心说它到底是让你认证什么东西。好，我们再看看，上了云就换不掉了，里面的服务太全，财务统一结算，想快速搭建商业应用上云最好，云端 SaaS 是的，但是你上去了以后，你就想换就费劲了啊。卷这些东西说明已经瓶颈了，是的，有一点点。先点个赞啊，然后边跑步边听啊，好，没问题，太健康了。刚跑完5公里啊，这个你们怎么都这么健康呢？苹果如果不能发新特性无法及时更新，股价估计都会重创。大家对它的期待太高了，等着它教人做 AI 交互呢，也就是 Vision Pro 这个太让人失望了。这个啊，我告诉你，苹果股价这个事儿啊，其实不是说大家对它期望有多高，它就能涨多高的。苹果股价涨成这样，是因为它利润实在太高了。然后呢，人家挣了钱以后就拼命回购。我记得是原来看了一篇文章说，这个乔布斯有一次打电话给巴菲特，说：“哎呀，我手里现金太多了，怎么办啊？啊，不知道该干嘛了。”然后巴菲特说：“你回购点股票吧。”然后乔布斯想了想说：“不，我决定把这钱留手里头，万一过两天我有东西想花呢，对吧？”这是乔布斯的当时的处理方式。然后呢，这个提姆库克呢，在这儿又违反了祖训。提姆库克光在最近几年里头，大概已经回购了可能上千亿或者更高的这个股票都回购回来啊，不对，应该可能是有可能近万亿美金的股票都回购掉了，对吧？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你想，他不停的回购，不停的回购，他一共是3万亿啊3万亿美金啊，还是2.9万亿美金的一个公司，它可以回购个可能大几千亿美金可以去回购，然后每年都要宣布新的回购计划，今年可能又是上千亿美金的回购，对吧？那你这玩意儿你不涨等什么呢？你说我不看好它，它就能跌吗？你跌不下来。那后头有的是这个苹果自己拿着现金等着买呢，所以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呃，只有苹果行，好吧，又赶上了，真开心啊！对，这个我们经常搞这个，大家点赞啊，对，点赞点赞，打卡了啊。老黄表示，我从来就不怕当原告和被告，好吧。但是老黄今天很郁闷啊，对吧？美国政府出了这个条例了，说英伟达你这个显卡也不要往中东去卖啊。因为很多卖到中东的显卡呢，最后就莫名其妙就跑到了一些这个美国人不让他们去的地方，对吧？您以为他们真的可以在沙漠里头建出数据中心来吗？呀，那么热的地方，你搞这玩意儿多费电啊，对吧？还不如把他们装在船上，偷偷的拉到中国来呢。所以现在据说英伟达的股票要这个稍微的抖动一下啊。AMD 表示苹果继续跟英伟达掐啊，我这边吃瓜。AMD 呢到现在为止其实也就是出了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呢？这个比如说 Mac Pro 啊，这个机器上的这个显卡还是用的 AMD 的，在其他的话其实并没有用上，特别是 M 系列的芯片都是苹果自己家的显卡，并没有用 AMD 的，我印象里。对，所以未来的这个算力卡到底怎么做，现在还不知道。而且在这个状态里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OpenAI 到底能不能把它的模型部署到苹果的计算中心里头去，对吧？这个到目前为止，只有微软云的计算中心里头是可以部署 OpenAI 的。我相信微软给了 OpenAI 那么多钱，这个事儿一定是写死了的。对吧？那现在苹果说我跟你去合作了，你把它布到微软云上你让苹果手机用户的用户体验下降了，这个责任到底谁来负？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对吧？这个都是一头包啊，两边就是甭管谷歌也好，还是这个OpenAI 也好，都是一头包，这个不那么好搞的。对，大家点赞啊，没点过赞的赶快点个赞。Command 加空格那个搜索呗。
对，它就是本地搜索。呃，跟到了啊，这就估计是来晚的，慢慢跟。我一进来看广告，还没看见老范的时候就点赞了，你是不是点给广告了？再点一个，开个玩笑啊。Geekbench 跑分害了苹果，是的，其实也不是他害了，因为苹果呢就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可以弄了，只能是不停的卷芯片。所以，就我上次那个跟 Indigo 直播的时候啊，这个录播的时候，他就讲说苹果的最大问题就是硬件太超前啊，软件呢又太落后，对吧？甭管刚才我们讲那个 iPad 上没有计算器的故事，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软件没做出来嘛。有这么好的 iPad，结果你没做出特漂亮的计算器来，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这一回呢，它的硬件在计算中心这一块也很落后啊，这个可能没准苹果过几年能赶上啊，但是没有那么快啊。不感觉它的声音性感的估计是女生，这个不好说了。让你太太学习英语口语呀，这是什么情况？我太太英语口语很好的怎么申请一个能付费的美区 Apple ID 呢？之前都是公司的 GPT，感觉不靠谱啊。这个我记得我前头还做过一期这个节目来讲这事儿。首先你先整一个美区的苹果 ID 啊，这个事儿是不能付费的。然后再往后呢是用那个支付宝然后你在支付宝把你那个支付宝改到美区，然后呢在里头去买那个支付宝里头有一个小程序，就是这种美区的这种充值卡的那个超市，在里头买那个苹果卡我就是这么干的。买完苹果卡以后把它充进去，然后呢那个ChatGPT 就每个月从我的那个苹果账号里扣$20，就是充值卡充的。现在大的投资机构似乎都表示反对马斯克的新筹包了。对啊，今天我们看到了，那就是这个，你想大投资机构都已经投了他的 XAI 了，对吧？那么大家就以后看好了，说您就这个老老实实做 XAI 吧，这个汽车那块儿就让中国厂商去卷吧，上比亚迪上吧。猎豹移动能买吗？这个你别问我不做任何投资建议。这个 ChatGPT APP 能用吗？这个能用啊，就是但是你还是要挂梯子啊。这个 ChatGPT APP 的话，它反正在我的电脑上能用，然后在我的手机上呢，需要多挂一层梯子啊，这个反正不太方便。Twitter 又没有验证的能力，感觉随便拿点什么都能过，其实是这样。突然想到李飞飞传言，他不是去创业去了吗？做什么空间计算正跑着听到了，好吧。我用 ChatGPT APP 也不好用这个还可以，因为我是可以用的，但是呢，它反正每过一段时间就在来回调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月份，现在已经是今天5月31号了嘛，对吧？下个礼拜有很多大事儿所以下个礼拜是不是还能有直播，我不知道，这个事儿要跟大家先说清楚苹果好像还有非常大一笔钱在海外一直不回美国，之前川普放开一个资本税，回流了一部分，这个就不确定了。今天川普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今天川普说这个，如果他当选了总统马斯克就是他的总统顾问这件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玩的。AMD 能把游戏显卡做好就了不起了，算力卡完全指望不上。其实 AMD 的算力卡还是可以的，就是那个米300，对吧？这个微软的云上也买了一部分米300，这个大家都去买。那个东西也是限购的中国人也买不了。刘强东可以迪拜、京东倒卖 H100，这个就不好说了不用说别的地方，苹果的人民币收入就拿不出去也可以拿一部分吧，这个事儿要看，就该交税了，税交完了以后还是能拿走的，但是苹果肯定不愿意交这个税嘛。AMD 米300其实挺强的，是的。
只不过没有 CUDA 的支持，是最大的问题在这儿。苹果的硬件确实好，我的 XR 是18年用到现在，不玩游戏都没有明显卡顿，换机欲望一点都没有啊。我的15 Pro Max，我准备用个3、5年。iPad OS 是典型啊，M1的 iPad 用所有的 iPad APP 都毫无压力，完全想不出任何理由升级到 M4的 iPad Pro。你像我现在的 iPad Pro 还是最上边连 M1都没有，还是 A 什么 A10几的那种芯片，你也没有任何想去换它的欲望，对吧？真的挺好使的。我家里还有一个 iPad 1代啊，最早的一代，我妈还在使呢。这个她觉得也挺好使的。iPad 那东西硬件有点太超前了，关键也没有那么好的应用去用它。打字打错了啊，我是说让你太太来演示 OpenAI 这个学英语口语啊，她不太愿意出镜。不用客气。这个最近因为 GPT-4o 啊，感觉微软封杀了一大批用 GitHub Copilot 调用 GPT-4的用户，有吗？这个因为我是 GitHub Copilot 一直在用啊，一下付了$100可以用1年的，觉得使的挺好使的，没有任何问题啊。生产制造和科技是两套估值逻辑啊。投资人巴不得把 AI 和机器人从特斯拉拆出来。是的，我的现在感觉也是这样，就拆完了以后，马斯克你就专心点啊，特斯拉就搁那儿搁着就完了，你就老老实实做 XAI。这个泰国免签可以待60天了。是的，这个不，我现在肯定是下个礼拜我儿子高考，对吧？先把高考混过去。马来好像也免签30天。是的，好像还有了游民签，能够待半年。哎呀，这个反正我后面肯定要这个发生一些变化吧。这个怎么说呢？儿子上了大学以后，我再溜出来呢，可能就得带着老婆一起四处乱跑了，就不能自己乱跑。这个后边还要看到底怎么个跑法。我也是准备等儿子高考完了，至少等他开始上学了吧，不回家了，然后我就可以四处转一转了。这个川普加马斯克从 Twitter 治国到 X 治国，哎，我觉得啊，川普呢不要老讲着什么这个，我想跟马斯克怎么样，赶快回 Twitter 发帖，这马上他这个选票就能高一大截子，对吧？他到现在为止都坚持不在 Twitter 发帖，就是他川普账号好像是活的，但是呢，帖非常少，感觉是他的一个运营团队在转发他一些 Truth 上的帖，但是真的内容很少。就是原来川普在 Twitter 上那简直是比马斯克频多了，不停的说话。我猜 ChatGPT APP 来检测手机运营商，其实不是啊，这个因为你在这个手机上搭这个梯子还是可以用的。旧版 iPad 千万不能升级。我给家里老人用的 iPad 好吧。iPad 4升级了系统，结果就变得各种卡顿了。好吧，那就不升呗。GPT-4能画画不？付了钱以后能画，不付钱不给。明晚波音 Starliner 飞船第一次载人发射，你直播行吧？你直播吧，让我歇会儿。这个明天晚上这个土拨鼠直播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是直播波音的这个星线飞船载人发射。这个用 Copilot to GPT-4，用了一个仓库，用来调用GPT-4的 API，算是用$10完成了$20的这个工作。哎，我还没用过这种方式啊，回头我去研究一下。轻麦一句，好啊，好啊，好啊。话说泰国大马入境会被收黑钱之类的吗？反正我去了几次，最近几次都没碰到过这事儿。苹果连一个折叠屏手机都没有，但是最近号称苹果要出折叠屏的 MacBook，这个让我很奇怪啊，我觉得不太应该出这种东西。
只能说他们的手机设计还是太保守。当我用过三星折叠屏后，基本就用不习惯普通手机了。我其实是对折叠屏完全无感。看来老范就一个孩子，恭喜你熬出来了。哪儿啊？这考完了后边还有呢。以后会不会出现各个国家抢人口呢？感觉，东南亚国家现在还只要有钱，还只要钱不要人。其实啊，抢人口这个事儿呢，你们想太多了。抢任何地方人口都不能抢中国人，也不能抢印度人。为什么？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对吧？因为韩国人他说不生了，对吧？我们这个统合生育率这个0.7几0.72还是0.73，对吧？但你说中国给你派点人去不去？对吧？他一共几千万人，你说中国给你派个1亿他就直接废了所以这个任何国家，你说我要引进移民的时候，中国都是往后排的，而且中国人什么的太卷去了以后，这个整个国家的生活幸福指数都下降。至少董王在 X 上不会被封了现在解开他不回来这个我们现在希望董王尽快回来吵架。土拨鼠札记，我有时间看对，土拨鼠，你把这个明天晚上直播的具体时间发一下。川普加马斯克，两嘴强者，两个嘴强王者，好吧，搭在一起创造的话题，按分钟增长。是的，他们俩肯定是会聊得很开心了没考虑让这个不高考出来读大学嘛，现在还是考吧，都弄到现在了，就别费这劲了。我现在就用 AI 写小说，还是一股 AI 味道，必须人工干预，怎么处理的？我觉得你看你用的是什么模型你要用到一些比较好玩的模型，它这个 AI 味道就是弱一些，而且还要看提示词。然后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多用几个模型，对吧？你用 AI 第一个模型写完了以后，然后第二个模型再去做一些这个润色效果是可以很好的。GPT-4o 是不是免费用户可以发送的请求很少，3个小时3个小时16次。iPad 性能确实是过剩，我的 iPad Pro 12.9第一代，6、7年了，非全屏幕，主要做电脑副屏手写笔，到现在还非常流畅。对呀，其实咱们绝大部分人的 iPad 都是爱奇艺，还没熬出来，大学4年，然后结婚还要准备彩礼，这个这个就算了。到那个时候，如果谁要彩礼，咱就拉倒反正我是打死不出。前2天还一故事，说一中国姑娘跑去荷兰，然后呢在那儿念书好像是念到博士了，交了一个荷兰男朋友，然后呢跟人谈的也很好，2个人也同居，然后怀孕了，说马上要谈婚论嫁了。然后这个中国姑娘想，你看都怀孕了，对吧？都已经这样了，你总得负责吧？然后就找人要彩礼去了，要多少钱呢？要20万欧说你给我20万欧，咱们就可以结婚了。然后她这个男朋友这个不负众望，直接报警这个因为在荷兰，任何以婚姻为原因的这种要钱都属于欺诈。然后她这男朋友报警了，报完警以后，警察上门把这姑娘给抓走了，然后直接遣送回国了，好像这就是中国彩礼到了欧洲被人彻底整治的一个故事所以以后这个如果有谁找我们家孩子要彩礼这个事儿呢，肯定就没有咱在国内也没法报警，对吧？但是肯定不给。怎么搭2层梯子不是搭2层梯子的问题，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说你在手机上呢，你要在手机本地挂梯子才能用你不需要搭2层，有1层就可以。只是我的第1层搭在路由器上，它在手机上不是那么好使。上面说各国抢人的那条，我屏幕上看不到这个好吧，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屏蔽了这个其实与其说是 iPad 性能过剩，不如说是苹果为了 Mac 销量不受影响，限制了 iPad 的性能。但 iPad 关键我觉得不是性能的问题 ，iPad 关键的问题是使用场景不足，对吧？你拿它真当生产力工具吗？对吧？你在一个触摸屏上剪视频，在触摸屏上写程序，在触摸屏上，你说你生产力你还能干嘛？
做这个叫做什么 Word，做这个 Excel 也就如此了，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在电脑上更舒服。它缺乏使用场景，发射时间是明晚12:25，直播是明晚11:45，就是半夜了是吧？北京时间11:45。抢人我也看不见啊，那我估计那个兄弟是被屏蔽了。后续估计体制内会办掉苹果吧？咱们肯定是潜规则啊，不会下文的，一定是说我们欢迎外国企业在中国发展，然后呢，下头谁用苹果手机谁不许进门啊，一定是这样。去用 Copilot 的画画和 GPT-4一样，都是达利3免费用。这个还不一样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Copilot 让我最讨厌的是它没有横纵比，出来都是方的啊，这个事儿让我很烦。因为我画的所有画都是16:9的，就是特别比如你看你后边我这个背景，那是16:9的。中国维持现在生活水平不变，过个2代人会不会和发达国家一样不那么卷了？不会的，中国人永远都卷。不怪这姑娘，主要是钱在中国太好用了。这个，哎，这个怎么说呢？我的下一台电脑还得是电脑，哎，这说对了，老老实实去买个 MacBook Pro 吧。今天微博热搜：日本应届生迎来就业反转时代，大学生就业率98.1%。对啊，日本就是这样的。作为家长深有同感，一辈子为孩子担心直到死。哎，这就甭想了，以后他就自己玩自己的去。办掉苹果这条啊也看不见啊，没关系，就是有一些人应该是被办了。我觉得中国还会卷啊，看看韩国是俩啊，这个我觉得韩国就真的是没卷出来的。我感觉苹果是更愿意卖 iPad 的，哎，因为苹果更 iOS 生态啊，是这样的。如果可以，他甚至想让 Mac 变成 iOS 生态，这个有点难。大家要知道，在 Mac 上其实用的最多的软件是 Xcode，就是你不要去写这个代码的人一般都不买这玩意儿，特别是 MacBook Pro。iPad 定位好尴尬，碎片化娱乐用太大，生产力工具不方便，当书用比书贵，买书又要另外付费。没有啊，我现在 iPad 还是用的挺多的，我的 iPad 最主要的用途是刷抖音。我经常和刚台独为啥老是屏蔽留言啊？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iPad 生产力场景真的很少，处理文档什么的还不如键鼠齐飞有生产力。是这样，就是触控这件事呢，可能真的就除了手写板之外，没有任何触控可以提高生产力的地方。我离开体制前就办了，是的。这个咱们就不要研究梯子的事情了。那就是要彩礼就换女人呗。这个事儿就是剃头挑子哪头热。这种事儿呢，比如说如果哪天我儿子说我非要给这彩礼，那就自己挣去，跟我没关系。也不是啊，如果我没记错，iPad 到4之前一直用的是 iOS，对，它后来 iPadOS 其实跟 iOS 还是很像。国内卷到天际了，100万的预算，几十家投标，50万中，连成本都不够。不过还是华为厉害，198亿的189亿的移动标，从第1到第5差价2000。这是什么故事？没看这个啊，4之后才是 iPadOS。其实 iPadOS 改变真的没有那么大。老范之前推荐过那款墨水屏阅读器是哪个品牌？还在用啊，在用着。叫 BOOX 啊，在国内叫文石，在国外叫 Books。
base 在哪儿啊？帝都点赞啊，对，iPad 对我唯一的优点就是比 Mac 便宜，其实不便宜那玩意儿，对吧？一点都不便宜。像现在 iPad Pro 这个12.4就13寸吧，啊，你如果买 M4的最好的芯片，然后买上这个1T 2T 的，真的不比 Mac 便宜啊，挺贵的那玩意儿。我身边大批不为孩子担心的，有的带着冲浪3、4年，我是带着打游戏7、8年啊，这个我很羡慕。折腾无版图作为日常使用桌片系统吗？我才不呢，我觉得日常使用 Mac 挺好。这个别逗了，你至少得给小贩付个首付，不付，这个出去以后其实就没必要了。啊，现在 iPad 的价格直追 MacBook Air 了，对，超过 Mac Mini 是最便宜的吧？是。喝口水，我们准备讲下一个故事。好，第二个故事，618临近，拼多多一骑绝尘，抖音紧跟其后，TikTok 也绝不放弃啊！今年的618呢，形势非常的诡异。为什么？大家知道618是怎么来的吗？618其实是京东的店庆日，就是每年618的时候，京东会开店庆日。后来呢，慢慢就变成618购物节，大家一起来玩这个东西。今年呢，刘强东是正在风口浪尖上，对吧？在618之前大裁员，这个真的是京东成立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干过这种事情。为什么？往年只要在618之前，别说裁员了，你想离职都不会批的。你说我6月份我想离个职啊，不行，你必须过了618以后才去离职。原来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刘强东还说来我们涨薪水啊，给谁涨薪水呢？给采销部门涨薪水。啊，原来我们录过一条视频，讲什么呢？是京东采销自己去做直播去了，对吧？这帮人最后成为了一些业余网红啊，然后还能把东西卖出去，啊，这个是刘强东他们比较喜欢的啊。说这个有人挨了棍子，总要有人能够，对吧？得个甜枣嘛，所以涨薪水的是采销部门。但其实在干什么？采销部门涨薪水，其实在干的事情叫高薪养廉，对吧？你想采销干嘛呢？我负责把东西买下来，然后到那头把它卖出去。但我到底买谁的，按多少钱买，对吧？这就是采销部门该拿的钱，该干的事儿啊。像前面我们说阿里店小二一年能摊个几千万，接近1个亿，你以为京东采销不摊吗？对吧？它更是一个封闭系统，他自己就可以决定买谁家的，不买谁家的，多少钱买他自己就可以决定啊。这么多品类哪审得过来，对吧？那么现在好，你们都涨薪水啊，涨完薪水以后，你得一门心思跟着我干啊，这个钱不要这个缺钱了我给你发啊，你不要从那个商品上扣啊，你如果从商品上扣会怎么样？那京东的低价就我们就要在低价这个地方站起来，只要采销的人啊跟着刘强东一条心，他就真的能买到便宜东西，因为京东其实量还是大。但是反过来也是这样啊，在哪里站起来就在哪里跌倒，对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制度靠高薪养廉就真的廉洁的，对吧？廉洁这种东西都是靠什么呢？要靠这个制度和这个文化建设，对吧？你如果没有这个完善的制度和文化建设的话，靠高薪这个事儿你是养不出廉政的这个官员来的啊，想都不用想。这个所以啊，这是京东的状态。那京东呢，今年的618估计就算是躺平了吧，或者说它的各种的618促销活动，随着裁员的进行，已经就是七零八落了。但是其他人可没闲着啊，这个里头拼多多一骑绝尘，已经真的赚钱了啊！这个拼多多是真赚钱啊，不是假赚钱。2024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挣多少钱？咱不管挣多少钱，咱说利润率吧。阿里巴巴的利润率4.1%，对吧？其实不高啊。你在一个这种互联网公司里头，4.1%的利润率啊，真的不多。京东利润率呢更惨啊，3.4%。那你说拼多多利润率有多少呢？35.2%，对吧？这得多挣钱，是吧？完全无法想象。但是销售额啊，这个还是京东最高啊。这3家里头，京东销售额是2600亿。
增长7%啊，也依然还在增长。淘宝的销售额2218亿，增长7%，他们俩都差不太多啊。京东比淘宝还稍微多一些。拼多多的销售额比他们就差远了啊，868亿啊，这是一个季度啊，2024年一季度。但是增长是多少？131%啊，咱涨得快行不行？啊，咱翻着跟头往上涨啊，这是拼多多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里头其实还有一家咱们没说到的啊，那个也很猛，那是谁？抖音啊，抖音呢，因为没上市呢，所以收入并不会放在财报里头去，所以大家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数据可以看到。但是抖音呢，去年的收入应该已经超过腾讯了，那么每个季度的收入呢，应该是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甚至会更高一些啊，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呢，因为没法区分哪些是广告收入，哪些是游戏收入，哪些是电商收入所以呢，不太好说抖音电商到底挣了多少钱，但是肯定也不少挣，至少是2位数的增长，甚至有可能是3位数的增长。这是抖音电商在后边虎视眈眈那拼多多，你说我都挣了这么多钱回来了，对吧？利润率34%跟前面那个3点几、4点几那个比起来，忒挣钱了。那你说拼多多这钱是怎么挣回来的呢？拼多多挣钱的套路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克扣商家的钱，对吧？这个拼多多跟淘宝有一个特别本质的差别，淘宝是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所以淘宝是跟商家站一头的说我们要帮商家把东西卖出去，而拼多多呢，是我们要给买家创造最好的体验，所以它是跟买家站在一起的，对吧？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商家在里头就要倒霉，就要承受巨大的压力，所以比如说他玩这个仅退款就给很多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万一东西不好，人家就申请仅退款但也不是每次仅退款都能成功但是你如果是东西真的有质量问题，比如你遇到3、4个或者5、6个仅退款，那么你可能在拼多多里头这个评级就会下降，在下边有人申请仅退款的时候，他就会直接同意了，他连问都不问你，对吧？就把这事儿干了，那么这个大家就还是压力很大的，而且呢，拼多多经过各种软件方面的设计让用户误点击、误下单，对吧？告诉你你现在试试试用一下，就是你随便一不小心你就下了一单，把东西买下来了拼多多看好多这样的事情。那你说我都知道我误下单了，我把它取消了不就完了吗？对了，我这边误点击下了一单买一东西，对吧？然后这个钱也没付呢，因为都是说后付费，收了钱以后再付钱嘛。现在都是叫先用后付，对吧？但是这个我现在一看点错了，我取消吧。在这个过程中，商家就要开始付钱了，对吧？你想钱商家也没拿着，拼多多也没拿着，货商家也没发货，我也没收着，物流什么都没有，但是商家要付钱，付的是什么钱？第一个叫交易费，对吧？你这个交易产生了，然后还产生了退单那你也要付费，要付2笔钱，然后呢还要付一个什么钱？叫广告预算消耗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用户看到你的商品了，你一定是打广告了，对吧？那么他都已经下了一单了，那么这个你打广告的这个钱，一次转换的这个钱我要给你扣掉。虽然最后他退掉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关系是你商品的问题，对吧？所以就每一次用户在上面买东西退单，买东西退单，那商家真的不是说光赔一件东西的事儿，对吧？甚至说那东西连库房都没出呢，商家晚上睡觉呢，眼都没睁呢，那钱咔嚓咔嚓就给扣走了就是我们这么干的。因为我经常有时候睡觉前，比如说12点了，我在那刷刷拼多多，这东西不错，咔一不小心点上了，呦点错了，赶快把它退了，对吧？商家可能几块钱就不见了，对吧？他这么扣钱的，而且呢，他在玩什么叫产业带电商就是要压榨中间商就把中间这些带货的人干掉。特别是在欧美 Tmall 全托管模式算是走通了，而且算是给抖音给所有这些做海外电商的人打了样了那么这条路就是我们不需要中间这些操盘手，不需要这些开店铺的人，也不需要来打广告的人，对吧？我们就这头把东西买下来，那头就卖，这个效率最高了，对吧？现在呢，等于中间运营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价值已经被彻底看透了这是现在拼多多之所以能这么挣钱的一个原因这一说挣钱了，另外一头是什么？勤俭持家，勤俭持家嘛。
另外一头在你省钱，对吧？这边我们刚刚讲怎么挣钱了。那么省钱呢，第一个得人少啊，这个互联网公司里头，就是所有互联网公司里头，人最多的是京东啊，51.7万人。然后呢，淘宝呢是20.4万人。这京东大概什么 BAT 加一块乘2都没有它人多啊。京东属于真的是，因为它外卖员是它的员工，所以它的人特别多。那拼多多有多少人呢？1.7万人，对吧？它比所有的这些都少很多，对吧？刚才我们说了，它销售额可能只是这个京东的，比如说1/3，对吧？但是呢，它的人数是京东的可能1/40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你说它得多省钱？对吧？你想50多万人，你再怎么工资高、工资低，社保啊、公积金啊、人吃马喂啊、什么房子呀、这个办公室啊，你的都是钱呀，你这跑不掉的，对吧？你跟1.7万人的比起来，这肯定差老鼻子了。而且拼多多呢还干一个什么？不投资、不并购、不大范围招聘、不吹嘘什么 AI 云计算，也没有什么科学家，对吧？他这些玩意儿他全没有啊，咱就老老实实的挣钱，一分钱一分钱的砍一刀。啊，一点一点的我去算计这些商家手里边那点碎银子，然后所有呢高大上的事儿咱全不干，对吧？这是拼多多比较奇葩的地方。然后呢，大家要知道，2023年啊，京东的研发投入是163.9亿，占总营收的1.5%。啊，这个阿里的研发投入是比较高的啊，它投了567.4亿，占总营收的呢6.5%。拼多多呢，算是介于中间啊，拼多多投了110亿，占总营收的4.4%。啊，这个拼多多按比例来说呢，其实它的研发投入的并没有那么少。那么投资它是真不投啊，2023年阿里是在大举对外投资，特别是 AI 基本上投了个遍。对吧？腾讯当然要更猛一些啊，就是2023年投资最猛的是腾讯，然后第二就是阿里。然后2023年京东呢也在疯狂投资，特别是购买了大量的海外仓储物流中心，啊，想去做海外电商啊，也没少花钱。拼多多，你说为啥不投资啊？2020年投过，投了谁了呢？投了国美2亿美金的可转债啊，估计那一次投完了以后，到现在还在疼呢。国美现在已经基本上啥也不剩了，2亿美金也算打水漂了，啊，以后大概就吃一堑长一智，再也不敢干了。但是当时投国美的还有京东，对吧？京东就从来没觉得说我把钱花出去有什么问题啊，他就接着这么干。啊，那么拼多多的是不分红不回购啊，我就狠狠的挣钱，挣出利润来，我就搁着手里搁着啊，这就是拼多多干的活。然后像其他这几家大厂呢，为了维持股价，还是在回购。刚才我们讲苹果回购，这个谷歌也在回购啊。这个美股7姐妹实际上都在狠狠的回购，可能除了特斯拉回购的少一点，其他都在回购。然后国内呢，阿里是2023年回购了100亿美金的股票，然后这个京东呢是2023年回购了3.56亿，就是京东手里是真没利润。然后现在又立下新的 flag 啊，说我从现在开始3年之内再回购30亿美金的股票。拼多多说，我业绩好啊，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咱不搞。而且拼多多是能合作就合作，绝不自建，对吧？你说我卖东西卖到全世界去了，啊，卖到美国去了，我的物流没有啊，咱自己这个找人合作去啊，咱不自建这个东西，就为什么他人少呢？啊，这是拼多多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挣出来、怎么省出来的啊？然后低价才是硬道理。现在拼多多这个已经低价到什么程度了？已经是连脸都不要了，对吧？它很多的商品底下会打一小标签儿，标签上写着什么？比京东便宜。我不知道这玩意儿违不违反广告法呀，对吧？或者写比淘宝什么什么商品便宜5块，它会生生的给你写这种字儿在下头。啊，这个你说你看了以后，你就说我是不是到京东再比个价？一看哦，都写了比京东便宜，那算了，买了吧，对吧？他跟他还有啥好说的嘞，对吧？他会干这种事儿。然后这个比价里头用力过猛的其实是抖音电商啊，抖音是直接比价。我前面在抖音上看直播，哎，这衣服不错，我要买一身，对吧？这个一点进去一看，这衣服100多块钱，我也不是买不起啊，下单吧。这个结果要下单的时候啊，抖音电商就提醒我
说有人卖的比他便宜啊，说同样的衣服那家卖30，那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呢？对吧？你说是让我接着买那100多的呢，我肯定不能傻呀。那你让我买那30的呢，我心里又打鼓，对吧？那能一样吗？那干脆这单就不下了吧。所以啊，它这个叫做什么呢？比价系统的效果其实并不好，对吧？现在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比价系统要下架啊，但是这个不好说啊。这个现在又上了一个新的系统，叫什么呢？叫自动改价系统。这什么意思呢？你在拼多多上上架一个商品，然后说来，我现在啊跟着谁谁谁的商品一起联动，这个价格啊，比如说我从50块钱到100块钱，这个在这之间你自动替我改，我永远比它低5块钱就行了，对吧？最低到50，然后呢，它就自动的挂一个这种爬虫在别人的商品上，比如说在京东上，在这个淘宝上啊挂上，挂完了以后，发现哎人家降价了啊，人家原来卖100啊，你卖90，对吧？然后现在人家卖80了，你那边啊不用你管，他自己给你调下来，哎，给改到70，啊，一直到什么人家卖到50了啊，你也卖50，它是自动的，搞了这样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不但是在拼多多上架了，在抖音上也上架了，对吧？这属于最残酷的这种价格竞争就来了，说我就直接挂钩子挂在你那儿啊，你敢说降价，我们就随时联动，啊，这个多爽啊！低价呢，其实并不是什么价格都低啊。咱们所谓讲的低价是什么？是一种叫做用户心智扭曲的过程。什么意思？就是要让用户觉得哪家东西就是便宜。比如说，我就觉得拼多多便宜，那我可能看大量的商品，我就在拼多多看，看完了以后，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件儿、特别贵的东西，我可能一冲动就在拼多多买了，对吧？这个才是拼多多真正在干的事情，是要告诉大家说，哎，我这儿就便宜，哪怕东西差点我都认了，这个口碑我背了啊，我就是便宜啊。所以呢，他可能买的很多东西，它比京东还贵，但是你可能就已经失去了去京东再看一眼的这个动力了，就直接在他们家买了，对吧？这是拼多多这个低价策略实际上干的事情叫扭曲用户心智。然后海外才是大市场啊，这个所有中国电商都在努力折腾海外啊，京东除外。阿里呢，其实一直在海外发力啊，它的 AliExpress，它的这个 Lazada 啊，都是这个阿里旗下的项目啊，一直在海外拼杀，这个用户也不少，销售额也不少，只是呢一直做的反正也就那么不温不火的。京东呢叫钱花了，但是呢完全没有看到任何响动，对吧？他在英国买了人家物流中心，在欧洲买了人物流中心，现在看呢，这个钱可能就是被东哥直接转移资产拿走了，对吧？他可能因为京东自己在那边是没有电商业务的，你买一大堆物流中心干嘛使，对吧？应该是花了可能有几十亿人民币啊，花出去了。剩下的这个 Timo 那真的是好像已经开始盈利了，就是拼多多海外版。2024年的4月 ，Timo 的 MAU 就是月活跃用户有多少？1.9亿啊，这个已经超过了申印的1.7亿了啊，这是多么恐怖的数字！当然还有更恐怖的，就是 TikTok 啊10亿，对吧？这个 Timo 已经1.9了，然后去年啊已经超过了每天$1的 GMV 啊，$1亿啊，一天是卖$1亿的这个水平应该已经达到了。去年大概一共是卖了200几十亿美金的商品，因为越往后越高，越往后越高嘛，前面低后边高，而且后边还有什么双11、黑五什么一大堆这样的这个购物节啊，所以它肯定是已经超过了。然后今年呢，外界预期它 Timo 的全年 GMV 应该是400亿美金啊，然后 Timo 自己给自己的规划是一年卖600亿美金的东西啊，这个数还是挺吓人的。而且 Timo 对整个拼多多财报收入的贡献正在赶超国内的部分，就是赶超拼多多，就是以后可能 Timo 挣的钱会更多一些，现在已经基本上过半了。这数是怎么看出来的？咱在财报里头啊，它有2种收入。Timo 提供的是什么收入啊？叫交易服务收入，因为它是全托管嘛，就是我把东西买下来了，然后我再卖出去，然后挣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差价，这个钱是拼多多的利润。而国内呢，
是贡献的叫在线营销收入。什么叫在线营销收入？就是商家打广告的那个广告费叫在线营销收入。现在2024年1季度拼多多的财报上，在线营销收入是425亿人民币，增长率是56%啊，跟去年同期比。然后交易服务收入，也就是 Tmall 这种低买高卖挣差价的这个钱，是445亿，已经比刚才我们说这个广告费这个已经多了，增长327%啊，那是真挣钱，涨得真快啊，这翻着跟头往上涨。然后TikTok 电商现在也在四处开会，稳定军心啊，说绝不后退，说美国人出了各种各样的法令去禁止我，绝不后退。原来计划是什么？原来计划是全球开始铺开，全球去做 TikTok 电商的这种商铺。现在咱们改规则啊，咱们先不在全球铺开了，现在干嘛？在美国定向爆破，把所有的精力都砸在美国，要把所有能够使用的电商手段，就刚才我们讲的什么比价系统、改价系统，什么这种各种跟单系统，对吧？通通都要到美国去试一遍啊！这个最后的实验田，最后的疯狂，咱要让它彻底看干净。然后其他地方啊，什么欧洲啊，什么东南亚呀，包括什么其他的南美啊这些地方，对吧？等到美国尘埃落定以后再说啊，明年再说了。如果到那个时候没有被封禁，咱们就一起大看快上。如果封了以后，那我们就再把美国的这些商品拿出来再去卖去啊，这个是以后的事情。但做的是哪些动作呢？叫解除限制啊，加大力度，加快步伐啊，干这3件事儿。什么叫解除限制？因为原来 TikTok 对国内商家的限制是很严格的，它为了保护美国本土商家，让他们有一个稍微漫长一点的发展周期，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先涨起来，对吧？它对国内商家在美国卖货管的是很严的。现在呢就放开啊，说你们国内的人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就都可以来卖货来啊，甚至现在在国内也在不停的开各种招商会啊，说你来我这儿卖来吧，我这儿可好了，对吧？这叫解除限制，然后加大力度呢，就是今年全年的所有电商这块投入尽可能都砸在美国啊，这加大力度。然后加快步伐呢，是原来在美国还是走的比较普通，就是比较老旧的这种模式，什么呢？短视频带货达人带货，再走这个，说现在甭费劲了，国内有的东西咱全上吧，电商直播吧，直播带货吧，开始搞这个，对吧？这个国内最成功的实际上就是直播带货嘛。这个原来在美国上直播带货上的还少，现在不了啊，直接开始补贴直播电商你说你敢上直播，补贴你，每天播1个小时不给钱你每天播2个小时以上的第2个小时给$10，第3个小时再给$10，对吧？你像中国这帮直播都是一天播24个小时了或者至少播到8个小时是很正常的那在这种你看美国中部这些穷人，你在家里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干。那你就播呗，每天在这儿跟大家唠个嗑，聊个天播着那个节目，然后再稍微的这个挣点零花钱，这个把这个东西卖一卖，对吧？而且你播1个小时的给你$10，第1个小时没有第2个小时开始播1个小时给你$10，播1个小时给你$10，然后慢慢把这个用户行为习惯给大家建立起来，这是现在 TikTok 在美国干的活，对吧？所以现在呢，就是除了京东和阿里这些老大公司依然还没有太摸着北之外，像拼多多这样的包括抖音和 TikTok 电商，都在非常疯狂的在电商这一块冲锋也希望在这一块呢能够这个占到自己的市场份额吧。就是一旦大家想想把这个就是现在是 Tmall 在美国能够超过深印，但是如果是 TikTok Shop 在美国真跑起来，那绝对是一骑绝尘这个能够甩 Tmall 再3条街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618将至大概还有个3个礼拜，对吧？那么各种大促其实已经开始了，现在我们下载的所有 APP 上都已经是618 logo 了，对吧？你现在比如打开抖音，上头专门有618大促的一个栏位都已经更新到所有 APP 都更新到618版本了。那么大家呢也就
购物开心啊，想买什么赶快抓紧买点啊，就是也祝大家618快乐啊！在这个618之前，也没有什么其他节日了，还不一定能下次有直播呢，对吧？所以这个也祝大家先得祝大家明天6一儿童节快乐啊，然后再祝618快乐。好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第2个故事。好，我们看看今天还有什么评论。嗯哼哼。麦克还真是冲 Xcode 去的，起码我就是。对啊，虽然我不怎么写 Xcode 的程序，但是我机器上还是有 Xcode 的。对，不指望孩子成龙成凤，只期望他快乐的活，就很轻松。但问题是，这个还是得能活嘛。老范很硬气啊，这个说的是哪件事呢？乌班图就开发挺好，桌面不行。乌班图开发也不好啊，它里头的库太乱。够狠啊！我是说啥了？小贩硬起来，你也得乖乖付，不会的。马云和刘强东判断失误，以为是消费升级，只有拼多多判断是消费降级啊。这个，我觉得马云跟刘强东呢，他不叫判断失误，他们呢真正出的问题叫失控，就是企业大了以后，而且在企业增长的过程中呢，也没有建立好相应的制度与文化，啊，各层领导的这种素质也比较差，所以他们其实现在控制不住他们这种几十万人的公司。而拼多多这种1万多人的公司，你说我今天消费升级还是明天消费降级，对吧？它真的是指哪儿打哪儿。东哥表示，店庆也拦不住我不认兄弟，是啊，这事就很奇葩呀。抖音上对于多多仅退款的批判，每天都可以见到。但是你想，你如果是个买家，你是个买东西的人，你看到这些批判，你会咋想？你说我得在这儿买东西，对吧？这才是我们家的啊！那些这个上去退款的时候催三阻四的，那不是我们家人啊，屁股坐歪了。拼多多19年也是压过消费升级，只不过风口送上门，属于躺赢。是，哎，这个当时这个确实，反正日子不太好过吧。Timo 真的弹窗太多了，是的，那真的是弹啊。如果淘宝不改革，会不会真的被拼多多干死？那如果只剩拼多多了，它会不会像美团一样垄断了以后再涨价？首先，这个拼多多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抖音，对吧？就算淘宝最后搞了个7零8落，啊，这个它也还得跟抖音打啊。它其实，在抖音面前，它依然是一个怎么说呢？像我们在互联网里或者移动互联网里有一个词叫高频打低频，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应用啊，每天要打开5次，啊，它那个应用呢，每1个礼拜只打开1次，那个每天打开5次那个应用呢叫高频，啊，这个每个礼拜打开1次那东西叫低频，啊，那么当发生竞争的时候，高频应用会彻底碾压低频应用，就是拼多多在抖音面前就是妥妥的低频应用，所以它很危险。太流氓了，这个是这个拼多多就是这么一个流氓的地方。京东、淘宝都是物流人员占多数，淘宝的物流应该不是他的员工啊，菜鸟可能算他的，但是我现在不确定，因为我觉得应该不是他的员工。GPT-4o Audio 驱动的这个新型表情丰富的数字人，这个我觉得离数字人还有点差距啊。晚上好，晚上好。这个确实不比价就买了，
一比价两个估计都不会买。是啊，这个你一下告诉你说，你看上这件衬衫100多，其实你像我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是30多的话，我是不会买的，因为我会觉得有问题，我觉得跟我的身份地位不匹配，对吧？这个开个玩笑。但是你说你真给我一件1000块钱的衬衫，我肯定也不会买。哎，但是你比如说100块钱啊，哪怕200块钱、300块钱，我都会去买。这 T 恤啊，咱不说衬衫，因为我不怎么买衬衫的。啊，比如200块钱的衬衫啊，T 恤我还是会去买的。啊，但是你告诉我说你看到的这个 T 恤，然后有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卖30块钱，这个事儿我就会怀疑人生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人跟人不一样，可能也有些人一看有30块钱就开开心心就买了。啊，拼多多便宜的质量是真不咋样啊，这个不好说。有好的，你比如你在拼多多买 iPhone，对吧？那也是苹果公司保修，你管它质量好不好？Tmall 真的是凑合用产品，就是骗流量。哎呀，这个就是看你赶上什么。这个刚才我们讲苹果的故事，我们就讲过了，你不能记仇。你这次买的东西质量不好，你还要再给他机会，对吧？如果你不给他机会，万一人家改好了，你没发现呢，这不亏了吗？对吧？就跟苹果跟英伟达合作，那时候人家质量差，后来还给你耍赖耍流氓，对吧？然后你就说我这辈子不跟你合作了，不导致苹果现在在 AI 里掉堆了吗？对吧？所以不要去想这个事儿。23年上半年做 Tmall 有的赚，啊，赚平台补贴，后面全托管起来就只有工厂才能赚钱，散户被仅退款搞得满头包。这个 Tmall 压根儿就不是给这种中间商啊，或者叫无货源，或者说这种拿着货盘倒来倒去的人去干的，他就是直接对接工厂啊，对接产业带，就干这件事儿了。之前还在讨论阿里什么时候崩啊，没想到京东在它的店庆出这种事儿，像给京东办丧事儿了，是哎，有点儿。哇，头一次赶上直播哦，哦，真的吗？每一次都有人头一次赶上直播，我还蛮开心的。一动不动，我还以为卡了呢，在呢，在呢，在呢，网速挺好的。老范怎么看多亿网络徐波后宫卷款3个亿？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怎么看的呀，他这个人他就有这样的心理认知，然后又挣到钱了，那怎么了？对吧？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问题。国内如果开1小时直播有10块钱的话，开直播的人的数量，这个能把抖音带宽运营商的服务都挤爆，是啊。但是在美国$10哦，对吧？他们可开心了。啊，硬件兼容性最强的 Linux 发行版就是无版图了，这个理解对吗？哎，其实你真没必要费劲。我告诉你，硬件兼容性最好的类 Linux 的操作系统就是 Mac，对吧？因为就是他自己家出的，它就没有兼容性问题。人所有硬件都是苹果自己上的，然后苹果自己出兼容性问题啊，出操作系统有兼容性有问题，你就上苹果找维修去，对吧？这才叫好的。你到无版图，你装到电脑上以后，你各种的什么显卡、各种的设备，你都得找驱动去，烦死你。因为我是用过一段时间无版图的，可讨厌了。特别是笔记本电脑啊，装无版图极其痛苦。当年微信相对淘宝算高频应用，为什么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电商呢？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还有现在线下支付两家现在都还有可比性吗？是这样啊，这个微信呢，其实一直想做电商啊，为什么没有做起来？因为第一个，淘宝我就封你啊，这个一开始淘宝其实没封，后来呢，微信大量的向淘宝导流量以后，两边等于把这个事儿封掉了。然后呢，微信自己呢，好像当时是做过一个叫拍拍还叫什么东西，做过一次啊，就是自己做过一次，后来没做起来。为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是你已经开始做这种叫做流量生意以后，你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啊，这是一方面，他也没有相关的耐心。就是流量生意呢，它一般那个时间是按秒算的啊，或者按分钟算的，而电商生意呢，至少是要按周来算这个时间周期，所以它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玩法啊。后面呢，微信就说我不费劲了啊，我四处投资去啊。他比如说他投资了拼多多啊，他投资了很多其他的这种电商的平台啊，包括像京东也有微信的腾讯的股份，对吧？那么他搞成这样了，那么咱们就没必要再去自己整一摊了嘛啊，所以微信后来没做。
而抖音是不一样的啊，抖音现在已经做起来了，对吧？抖音电商的这个 GMV 可能比 Timo 还大啊，不是 Timo，比这个拼多多还大呢。所以这个它已经走过了一开始那个不适应那个阶段了啊，这种时候高频应用是很吓人的。你也头一次赶上，不对，你这个名字我肯定见过，西安，对吧？你这个肯定不是头一回了。有线免费是啥意思？2027年 AGI 能实现吗？大模型像移动的山啊，不停移动，应用开发者怎么能跟上？这个怎么说呢？我真的觉得明年啊，2025年 AGI 就能实现。大模型呢确实变得很快，但是这块呢我们也在尝试啊，说这个东西到底应该如何去跟上这件事情。我最近也在尝试，也在做相关的课程吧。Linux 所有发行版现在感觉比 Windows 和 Mac 都简洁吧？关键看你要干什么。你干的事儿呢？你比如说，你现在想在 Linux 上剪个片子，哎呀，那费死劲了啊！这个你说我现在想在这个 Mac 上剪个片子，可省事儿了。Mac 最简单、最好省事儿的方式就是说，没有驱动啊，所有东西都给你装好了。你 Windows 你还得找驱动去，Linux 找驱动的简直就是能哭死你。我朋友23年就倒腾一个 Timo，有利润空间，夫妻店1个月有2万，不过后来利润越来越薄，我觉得主要是国内太卷了，是这样。这中间商其实不适合干这个，中间商，你现在去到抖音上还有机会啊，叫 TikTok 上还有机会。你有管理员的扳手啊，怎么会第一次赶上直播？对，这种有管理员扳手的，一般都是这个直播的时候付的。第一次看，第一次直播在老范直播间是个梗，是的，有很多人都要上来，实际上就看看我记不记得你们的名字。ARM 的 Windows 电脑能不能把 MacBook 的开发者首选位置拉下来？想都不用想。这个我如果是做开发的话，我绝对不会用 ARM 的 Windows，我要么在 Mac 上，要么一定是去买一个这种游戏本儿。你每次都赶上直播，对吧？你就没有落下过。这个感觉直播带货只有中国才行，哎，这个千万别这么想。这个直播带货是咱们跟老外学的啊，这个东西最早叫电视购物，啊，这东西不是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所以老外可吃这套了，你放心吧。而且直播带货在中国一开始也不行，也卖不出东西去，对吧？现在是这个要有这么一年的时间、2年的时间，给它稍微缓一缓，它就卖出去了。那现在中国人就是 TikTok 准备在美国生推这件事儿，他还要上，我生拿补贴补你。那这个用户行为习惯是要建立的，所以我刚才讲的叫用户行为习惯建立嘛，不是说我开了东西大家就开始用了。这个小红书没有可能走抖音的路呢？这个不太一样啊，它毕竟是电商，它不是这种这个社交媒体。记忆力很好啊，没有，我现在记忆力很差，经常好多东西记不起来。拼多多上100-200块钱那种无人机10公里抗风8K 摄像头能买不？你自己看着办，这事儿我哪能告诉你啊？想象一下，一款网络游戏里的 NPC，这个都是独立的 GPT-4o 啊，那该多好玩儿！那个我估计微软的服务器就直接冒烟了啊！合着大家以后都来报第一次赶上直播啊，考老范的注意力记忆力啊，这别考我，别费这劲。这个我也是头一次赶上，你这个我应该也见过啊。这个最新的《刺客信条：幻》登陆 Mac 啊，登陆 Mac，但是我在 Mac 上其实好多3A 大作我真的是不想打。你比如像《博德之门》，想了半天还是没舍得买，因为打游戏实在太耗时间了。你像我这后边还支着 PS5呢，我现在 PS5支在我这个身后的这个投影机上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躺在床上开打。之后会有更多的3A 大作登陆 Mac。这个像我现在 Mac 上装了一些游戏，但是真的没什么用。你也第一次，你过分了啊！Mac 学 AI 会面临不能用 CUDA，
N 加的东西，是的。但是现在大家其实离 CUDA 已经越来越远了，对吧？现在有比如 PyTorch，它就不需要 CUDA，所以 Mac 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做推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你要是去做这个叫做训练，你还是不行。现在训练你还是离不开 CUDA 的。对，这个 PyTorch 是梅塔推出的，然后呢，PyTorch 基金会里它有一个重要的贡献者是 AMD，对吧？这个它是这样玩的。游戏里 NPC 全都是 GPT-4，服务器会炸，是的。不，你就算服务器不炸，你就说吧，你找这人收多少钱吧？就是你说每一个玩游戏的人，你付多少钱，然后我们来让他给你干活。这就没法去大厂做 AI 啊，这什么意思？鲍尔默，可是直播带货的祖宗，是微软的那个原来的 CEO 吗？我到现在看过的直播带货不超过10次，我有时候还会看啊，挺好玩的。比如说看个董宇辉什么的，还是会看的。但是我从来没买过他们家东西。我其实买东西基本上都是买的货架店上，不喜欢小红书的短视频啊，也不知道微信上的语音消息，还是喜欢看图文，也不喜欢微信上的语音消息。小红书上短视频的问题是什么？就它都是抖音短视频搬迁的啊，就是调性最重要。早期的微软巴尔默就是电视上卖软件啊，我知道，一身汗，然后那个衬衫上全是汗，一个大胖子上的蹦来蹦去，在那卖东西，多爽啊！我老婆一直说李彦宏缺乏领导者担当，老范有感受吗？我并没有在百度上过班啊，但是呢，感觉确实如此比如曲靖事情他不站台，至少东哥站出来了，虽然笨点儿。你这么说，其实在这点上，东哥还是要比他强一些的，这个我是同意的。我不是第一次赶上啊，也确实老错过。JZ 啊，对，看到过你的名字。小红书玩 KOL 的生意啊，这个跟抖音不一样，其实没什么不一样。小红书呢，就是因为做不太起来，然后始终想去搞这个什么，就是想给自己什么买手电商啊，想做一点这个新的这种名词儿出来，其实跟抖音没啥区别。啊，熊总，你这是电子阳痿了。我从来没看过直播卖货啊，这个有的时候挺好玩的啊。我看百度一直推层次很低的色情文，导流自己的 APP，对，它就是这样的呀。这个，这个不是百度精神层次这么低，而是人类的精神层次就这么低，它只是屈从于这一种人性而已。现在 AI 就像是刚有电脑的时候，有整间房那么大，发展个30年，AI 就变成个小文件了。我觉得是这样，你不用发展30年，你可能再过1年就会变成什么？现在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在手机里装大模型，只是它装的那个参数小一点而已。你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把几千亿这种模型装到手机里头？那个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时间的啊，但是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能有个2、3年。博德之门好玩但博德之门肯定特别杀时间。别人的电视购物不会像国内这样这么多骗子吧？这个其实真不一定，电视购物上骗多了，哪儿都一样。上 Mac 的3A 都是苹果请来的，就 Mac 平台的游戏开发号召力和移植难度，没人主动去 Mac 上开发3A 这个倒不是。第一个请肯定是要去请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特别是什么呢？现在3A 游戏其实不挣钱，你别老觉得3A 游戏多高大上，3A 游戏是不挣钱的。挣钱的是什么？是手游，就是所有最挣钱的游戏都是手游，用户量最大的全是手游。那么手游里的老大是谁？就叫苹果，叫 iPhone，对吧？那是全世界游戏的扛把子，所以他不需要去请说，哎，你想在苹果上好好干手游不？上我这 Mac 上来搞一个3A 大作来
而且呢，迁移 Mac 其实也不难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 Unity 已经迁移到 Mac 了啊，大家只要是用 Unity 开发的软件，对吧？然后你就可以迁移上去，只要说我愿意做这个迁移，它就可以迁移上去。苹果下一件事是要干嘛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哎，这个游戏发了 Mac 版，它挣大钱了啊，它现在需要一个榜样的力量，现在呢没有做出来啊，一旦有榜样力量了以后，大家都会冲的。我看到一个新闻，一家工厂在海外拼多多做生意，年销售额2个亿，利润50万，50万利润还是来源于，包裹里放小卡片的游戏广告，这太正常了。这个鲍尔默，微软那个在电视上卖电脑，那个肢体语言可丰富了，对，我也见过。我也是买货架电商，对。如果一个魔兽世界副本 BOSS 是 AI，没有规律，很难打赢。这种玩法有没有市场？这个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啊，这个没有那么简单。游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鲍尔默就是先在微软，后去诺基亚之后，买下 NBA 球队那个大哥，好吧？这个对这件事就没有那么了解了。随着网络的发展，相机厂商稀里糊涂的就变成卖摄像机的了。现在索尼在卖什么？哎，但是索尼最大的问题是太沉啊，贵还是一个方面，就是太沉。所以我现在还是大疆使的挺好。朋友在 TikTok 卖货，自己少商品，然后找网红那种，说是流水很高，但是利润很低，最怕退货，一次退货3天白看啊。这种呢，现在就是还没摸透门路，等摸透门路了以后，这种就是中间传事儿的这帮人都会被干掉的。你要么是自己有货，要么自己是网红有流量啊。你说我两头都没有，我再来传来传去，这个是所有平台呢在起步早期会要你，起步的后期就都不要了。这个电视直播带货其实一直也没很火，只有半夜电视台没啥节目的时候，这个我不知道，我一直以为在国外还挺火的这玩意儿。我每月2个周3用去 Toastmaster，然后所以你的读屏每个月只能看2次，好吧？肉体物质都是低级趣味，谁也别说谁。哎呀，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嫌弃别人低级趣味，对吧？真正做互联网做流量的，我们要研究人性，对吧？就跟你去做饭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鸡好脏，我要把它杀了，还要掏内脏，这不行。那鸡肉做熟了，你吃不吃？你也爱吃呢，对吧？你说我吃红烧肉啊，可爱吃了。那猪养的时候，你看着可爱吗？其实不可爱。猪杀的整个过程可爱吗？也不可爱。对吧？但是肉很好吃就可以了。通用模型手机里不太行，手机需要一个垂直场景的模型。你说对了，但是现在呢，别说手机了，任何地方的场景都不得灵。周三一大早上，他在亚洲，他不在美国。这个我听到小红书这个名字我就很反感，所以从来没下载过。哎呀，小红书挺好玩的，我现在每天都会翻一翻的。高考了，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人工智能专业，还能跟上时代吗？为什么不能呢？当然，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我最近也在思考，因为在做一些这个AI 课程整理嘛，所以我最近也在思考说，未来的程序员应该如何去思考和学习。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啊，这个回头我会录一期节目来去讲我的思考。手游最大不是腾讯吗？对啊，所以腾讯是全世界最大的游戏公司，没有之一啊。不同俱乐部时间不一样。现在硅基芯片应该用不了几年就到头了吧？光芯片也不知道是到啥地步了，还是直接来个量子计算啊？未来的事情我们现在想不明白，等吧，那能怎么办呢？3A 游戏
是做品牌和 IP 秀肌肉，做起来之后，移动诞生和周边才赚钱啊！这个千万别这么想，移动就是移动啊，3A 改移动这件事儿呢，其实没有任何成功案例。对，3A 就是3A，移动就是移动啊，这个很难改过来。NPC 以 agent 的形式用 GPT，用这种方式向用户方收额外的费用，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不用费这劲。百度文心一言都免费了，它的 token 是不要钱的啊，咱直接挂不就完了吗？啊，这个腾讯的浑源大模型也是不要钱的啊，这个叫什么科大讯飞的那个模型也不要钱，都免费了。最大游戏公司不是腾讯吗？就是腾讯啊。游戏平台一直都在抢首发，好的游戏都是请来的。哎，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就是大家呢这种请来做首发这件事儿啊，就像什么呢？就像是这个一帮这个村汉啊，渔夫渔妇，然后聚在一块儿说来，咱们也华山论剑一下，对吧？我记得好像是《神雕侠侣》还是什么，最后一段就是有这么一帮人，对吧？然后这个黄蓉啊什么这帮人跑到那个华山上去，看到一帮这个土鸡瓦狗在那说来，咱也华山论剑一下。啊，很多3A 大作这个在游戏平台上抢首发就是干这事儿。为什么？因为他们抢来抢去，他们挣的点钱跟手游比起来，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就挣的很少。卡尔东老了啊，我至少买过一次直播这个面皮凉皮啊，好吧。货架电商，这个货架电商呢，其实你现在在亚马逊上买东西就叫货架电商，对吧？这个东西是我们后来把它拆出来了，啊，就是作为这种直接摆在架上卖的东西叫货架电商。国内直播一大堆骗子，买的人还特别多，也没人管他们。你这个所有这句话里这3句话吧，你看啊，国内直播电商一大堆骗子，然后买的人特别多，也没有人管他。这个里头呢，实际上只有一句话是对的啊，其他2句话都是错的。哪句话是对的呢？就是没人管他们，对吧？这个骗子一大堆，几个算一大堆呢？1个算吗？2个算吗？10%算吗？20%算吗？对吧？买的人还特别多，多多少算多呀？对吧？所以这前面2句话基本上是废话啊，就是你是没法进行衡量的。但是呢，之所以国内这个骗子横行的原因，就是管的人少啊。你如果到美国了，管的人多，你只要赶这个货架电商卖这个假货，我就给你玩仅退款，那你看看他做的好不好？索尼、佳能好像都开始走太空相机，太空相机是啥东西啊？在天上飞那玩意儿。那我觉得你能卖几个呀？那东西。我在2019年前只用 Windows，后来用了 MBP，老电脑几年开始折腾 Linux 发行版、乌班图、Debian、Arc。哎呦天，你还真折腾挺全的。后边3个我没用过，前面2个用过，我还用过 SUSE，然后还有一个叫 L 什么的我忘了，大概用过这几个啊，但是还是觉得比较无聊。明儿儿童节，带娃出去玩吗？这个今年高考还算儿童吗？说到大法出的相机，现在跟苹果的玩法一样，你想要极致照相，给你推出一个型号来啊；想要极致摄影啊，再给你推出一个型号来。这个要想要就都买啊，这个都想要就都买。这个，哎，这个我现在已经完全跟他没什么想法了。我朋友的公司专门给带货主播供货，供直播间送的赠品，那玩意儿可挣钱了。不到10个人的公司，月流水几百万。这个呢，反正都是一个时间段啊，你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还是会发生变化。然后，游戏平台从诞生以来都在争抢独占啊，这个毋庸置疑，好游戏都是请来的，真没有。你问问苹果哪个游戏是他请来的？可能早期有啊，现在根本没有了。谷歌有时候还会请游戏，
对吧？苹果绝对没有。视频封面是用什么软件画的？Midjourney 啊，Midjourney 加 Canvas 啊。哦，不对，今天的视频封面不是啊，今天的视频封面是用达利画的，没什么低级的啊。俗到极致就是雅，要正视人类自己的欲望，是这样的。话说小范读什么专业是老范帮选还是他自己选？让他自己选，但是他可能最后也还是想学 CS。我以为俺这种年纪都是自己做面皮凉皮啊，昨天和今天我都自己做了上海凉面，好吧，你真棒。这个感觉以后3A 会变得更小众了，成艺术品了啊？不会的，这个如果消费升级，大家就会去玩3A。因为真正让大家玩手游的其实是游戏时间碎片化。3A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需要很长时间。我现在战神5到现在没打完呢，然后前面打了1个礼拜又停下来了，太累，实在每次打开都觉得很累。典型案例就是暗黑不朽，跟暗黑正传比差太远了，是这样。腾讯也出 Agent 平台了，是的。我还是在 Windows 上写代码啊，这个触摸屏2合1本啊，只有 MacBook 一半的价格不到。我觉得 Windows 笔记本生态丰富，各种本都有，轻薄的游戏的2合1的各种尺寸、各种价位，不行还可以装个黑苹果。我告诉你，这个选择多了也很痛苦。苹果给你就是不用选啊，就是你就买的最贵的就好了，1分钱1分货。小红书把所有学习资料都整理的特别完全，孩子初中都是要常用啊，这个是，我是挺喜欢小红书的啊。太空相机卖的数量小，一个5000万刀，1亿刀，行不？这个跟我们没啥关系，对吧？最多以后可能在哪个博物馆里能看到它。这个如何评价谷歌的 Pixel 手机啊？这个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不是程序员不用啊。我天，你这个名字是没见过啊，勇哥侃侃侃啊，这个没准是第一次看直播的啊，这个名字原来没见过。保你12%的利润，这是这种东西利润高去了，而且是要层层扒皮的。你那太空相机，咱国内啥时候才能像国外那样售后服务呢？想到售后，就想起比亚迪和华为那种，哎呀，仅退款，这售后服务还不好吗？国外敢给你做仅退款吗？老范会直播玩寒霜朋克吗？这是什么啊？那个应该不会啊。而且它最新的那个叫什么兵器时代，我们一般在国内叫兵器时代。最新的兵器时代2它没有那个 Mac 版，它只有 Windows 版啊，这个让我很烦。它兵器时代1是有 Mac 版的。高考结束后的长假期适合一家人自驾游。是的，我现在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肯定是高考完了第一件事送儿子去学开汽车，对吧？然后问问他想不想去做近视眼手术，因为现在小孩一般高考完了是干这2件事啊，学驾照和拉眼睛。这个因为高中生基本上100%都是近视，然后现在小孩大学毕业上班的时候一般都不戴眼镜，所以就是在高考完了以后去做这个事儿。因为就是你高考完了以后呢，你可能就上大学拍各种照片，你就不戴眼镜去拍啊，那以后就都是不戴眼镜，对吧？任天堂好玩的游戏都是独占第一方游戏才支撑起垄断地位，哎，但任天堂呢真的是关起门来成一统啊！买了法环够玩10年，不，我才不费那劲呢。我是有那个什么的啊，我有那个只狼啊，但我的只狼呢是挂着叫做什么呢？挂着这个作弊器，我可以打通啊，不挂作弊器根本就没办法，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想起一个笑话，索尼 CEO 没明白为啥中国卖 PS 卖不动，人家说因为没有客厅。哎，这个我觉得中国 PS 卖的还可以啊。这个高考完不出来逛逛，这个是准备出来逛逛，但是还要再稍微等一等。现在就不想这些事儿了。我是用 Windows 游戏本啊，有个大显卡，但是你像这个 Windows 游戏本大显卡，你移动起来就很费劲，它很重啊，
而且你走到那儿你得背着电源，你不像我们这些 Mac 似的，对吧？走到哪儿不用不用带电源，甚至还可以高强度的剪视频，做视频渲染，都没什么事儿。国内啊，帝都提到游戏，最近火爆的这个剑星作为政治正确的代表的作品的事情，咋看？这个剑星，我是在他前面试玩的时候下了一个，砍了2下，但是怎么说呢？真的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好看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女的这个都画的很小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他整个的动作、打击感和玩法这块呢都做的很烂啊。除了稍微有些油腻之外，真的没什么意思。后边他真开始卖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去买这个游戏。好像现在近视眼手术有很大的争议性啊，这个还不知道啊，没了解。向政治正确宣战，没有吧？他后来改过一版，他升级了以后，那个好像衣服变多了嘛，一帮人还在那骂呢。手术没有副作用吗？这个真不知道啊。妥协热，应试教育什么意思？没看懂。魂系一个都没买啊，手残玩家的无奈。如果自动驾驶成熟了以后的人有没有必要学开车啊？至少现在还得学。你就像我学车学的还是手动挡的，但你现在给我个手动挡，我是开不走的，对吧？但是你学的时候，你肯定还是得学手动挡。像我儿子，我估计学的时候也去学手动挡。眼睛做手术，我也想问，不担心10年后的副作用吗？这个反正他自己决定，他要想做，我们就花钱给他做；他要不想做呢，就这样啊，这个无所谓。魂系游戏会上瘾，建议不要入坑，阈值会被拉高。这个你想太多了啊！这个因为我是这样，就是我打只狼呢，打了大概2个月，然后就是在没有做屁器的情况下，也是可以往前走那么一点，大概还能打过一些小 boss 啊。但是后来就开始上做屁器，然后打完了以后呢，反正我觉得也没什么提高。国外一般商品没啥售后服务啊，买回来觉得不好就没理由退货了。对呀，但是你像咱们连退都不用退，这个直接就那个什么仅退款就完了，就至少 Timo 是可以仅退款的啊。对韩国游戏一直都不感冒，就是一身油，哎，这个好吧，反正我觉得在做3A 这件事儿呢，还是得看欧美，韩国呢还是差一点。Steam 是上头没想好怎么管吗？一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呃，这个 Steam 真不好说啊，他反正一直也说他不让他进来啊，但是他呢也就一直这么晃荡着，毕竟他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用户嘛。这个办公还是 Mac 啊，太好用了。是的，我也是喜欢 Mac。好啊，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明天休息啊，然后这个明天停更。咱们周末愉快，咱们现在也10点一刻了，大家再见，早点休息，结束。